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脱单的时间到了吗？哦，你将要脱单了嘛？哈，就差不多是脱单的时间，然后我们今天要捕捉一下脱离单身的时间，或是认识那个人的时间。哦，那我今天选这3张牌啊，我原本挑了很多牌，然后想要去表达脱单这一件事情。哦，可是都有一点点类似词不达意。然后直到我看到这3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诠释一下你们内在某一些比较纯净，或是纯洁，或是第一次恋爱之前的某种内心的心境。哦，我觉得这个 pure 的感觉我很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带入到这一次的题目里面来。好，希望你们有感应到，或是有共感，可以做出喜欢的选择。好，那我想你们都选择好了哈，那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这是你们选择卡牌哈。好，来，我们先放这里哈。那今天我会用另外一组牌哈，它这个牌讲的会比较深哈，它有正反面的哈。那我最近先从这个开始了哈，我来看看它能够给我的讯息是不是有更多，或是更深远，或是能补齐我的盲角哈。好，来，我们一样，今天的题目是脱单的时间近了吗？脱单的时间近了吗？哦，那我们这个题目我们会捕捉到，通常啦，我应该是捕捉到认识这个人哦，然后再慢慢的走向确定爱情。但有时候认识这个人，记得有的时候有些人在第一次见面就会表达出类似告白的情况哈，所以脱单的时间也很近，所以应该是抓的是那一个区块哈，没关系。那我们现在来看你们2个人的能量的连接状况哈。来，我们先把金星能量抓出来。哦，我们先不看正反面哦，正反面对我的影响跟你们阅读不太一样哈。我们就只限原本的。以太阳牌来说，我认为很直观的就是那一个道路，那个指引是已经出现，已经在上面了。那这张牌。很难避免去讲正反面，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反面只是说你早早就已经到了那个要遇见他的那个位置了，可是还在犹豫中，还没有看到他哈。呃，但是在某一种解读来说，它是渐好，渐渐变好，渐渐变好的能量跟讯息也有在里面，所以不要气馁哈。它其实已经，你跟他其实都是在那个范围的沃土里面的啦。那这边对于人能量的连接，你们会在第一次见面或是刚初期见面的时候，就会把彼此比较正能量的东西都奔放的分享给对方。无论任何角度哈，只要是太阳牌出来哈，心智上、心灵上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觉醒了。觉醒了什么？觉醒了很多生活啊、未来啊、价值观的加分作用，往上加分作用。我刚刚说嘛，你们所遇见的那个位置就已经被照亮了。通常会被照亮的地方都是属于沃土，肥沃的土壤能长出新枝芽的位置。只差什么？谁施肥，谁浇水，谁种植，谁去选择想要种下去的种子是不同的，它是后面的动作。但是你们在的那个位置还是处于肥沃的哈。那以这张牌的方位、相位、上下位、正逆位来说，对我来说这牌没有正逆位啦，它只有所谓的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往减能减量的方向发展？它没有对我来说正逆位都没有所谓的。就是很好跟很坏啦，不是好就是坏，我不会这样解答，因为能量中间是有弹性、连接跟并存的效果。所谓并存的效果，就是它不是好坏2择1，它是并存了关乎着你的选择而发生的先后顺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并存着好坏同时发生，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对我来讲也是正负能量交换，好就坏，坏就好，好就坏就好，这样子。所以通常这样子的牌对我来讲只是先后顺序或是走向而已啦。它的走向也没有都不会到坏到多好，本身它太阳牌对我来讲，它不会差到哪里去它只是能量的大小而已。所以你们的初期一直来到那个沃土，能量偏小，可是渐好。
慢慢的就变好了。你们遇到的时候，所有的能量都会被唤醒了，好能量都会被唤醒，所以不担心。来，我们来往其他位置翻你看，水星能量就说建好了，水星能量就直接说是建好了，所以这边所看到的东西没有差。这里的战车进入了水星能量的时候，它就是往上慢慢的直奔了那让我仔细看一下这个位置。而且你们在这个位置啦，它暗示着说你们对于彼此感受内在的情感其实是一直在渐入佳境的。每次相处的时候，你们内在那个情感很特别，它一直都有一种超越朋友的那种感情，好像很难清清淡淡的相处，一直都有很好的共识，然后谈论的东西、兴趣方向、最近的生活各方面，两个人都很有交集，很有认同感。尤其这边可以看到，在你们遇见的时候，都刚好对于周遭世界环境的共感吗？共识吗？接收到的集体意识的那个波动的伸手抓取的时机，跟抓到的类似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你们在遇见的时候有很多的同质性，在这边看得出来。有些许的不一样，有来自不同的位置，可是终究还来到了这个沃土上面，所以抓取应该说它有很多的位置给不同的人取。刚好这一次你们的太阳牌，你们的太阳所照到的是这一个位置，然后两个都进去，所以在这个位置你们所能抓取的东西都差不多。那你们不会去两个不同的位置抓取各自的拉海连接，我觉得这太远。可是你们在一个同一个位置抓取的东西差不多，那这个东西差不多都会产生你们彼此的认同、共感、共识，对话语言都很接近。所以初期见面，不论是以朋友还是简单的遇见什么的，讲话就很有感觉，所以它有一个持续性，会往下再联络，会有更多的对话所以不担心。就见面这件事情，在你们这边第一次见面就很重要了。第一次见面就很重要了，重要的感觉是那个影响力够，那影响力很够。好。看一下我觉得你们正好在人生比较从低的地方转好的位置刚好遇见所以你们两个会在一种比较类似有一点点脱胎换骨的感觉里面遇到彼此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礼物，心情上是一个礼物。虽然在对话里面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有点晚来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你们彼此会有这样子的对话，觉得说不早一点出来，因为早一点出来的话，可能之前的问题、低谷、困难都有人听得懂。有人可以倾诉，有人可以理解。可是为何要这个时候来？没有，因为你们两个都有这一个更新、重生、脱胎换骨，进入一个全新的好运气、全新的好领地的时候，才能够用最乐观、最开朗的方式看着彼此，不是看到我，是看着彼此很多能量都是从比较低谷往上爬的，但是后面的扬升能量都非常多，反而是本来就设定在低谷的能量，却都一直在往上爬所以这边在暗示着你们遇见之前啦，你可能会感受到一阵很像类似水逆的虽然我不太喜欢用水逆，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你们应该比较能理解那个感觉，所以我就会借用水逆这个形容来，大概会类似水逆那个感觉好像做什么都差一点，好像做什么都差一点点就可以，好像很多小小的出错好像爬不上去，无法找到转圜的余地，各种你们在遇见之前会有这个，可是那一份孤独跟那个孤独时期你们会解决，你们会自己突破完之后。你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我有我自己就好了，我不用再靠任何人了，这感觉会随之而来，然后你们就要遇见了。所以他那个 bonus 奖励额外的赠品的感觉
还蛮重的。但你知道你们的遇见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就是因为你们突然坦然了，所以遇到新的人，遇到有感觉的人，也很坦然的去表达自己心中所有的话语、喜好各方面，才会真实的吸引到彼此。好，那我看一下哈，好，从这边去，你们彼此一些，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你们的理智面有点消落哦，好像有一种呃，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新奇的人了，或是新奇的事件了。遇到这个人也包含在一个新奇的事件，所以心里会有一点点觉得，我以前所看到的人生的规则或什么，没那么重要。我以前很遵守的很多规则，结果还不是都没那么如意。哦，也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坦然嘛，哈，所以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会反而比较像孩子，会再更放开一点去感受对一个人的喜欢，去欣赏这个人，甚至还有一点会美化眼前这个人，只为了要让这整个情境跟相处的感觉更好、更融洽。哈，这边有一个冲突状况，这边说你们好像很难直觉的感受到内心的交流。可是这边又说，在你们的话语跟交集里面，又有很多的奇妙的巧合。什么叫奇妙的巧合？就很像是说，哦，原来你也喜欢这个，我也喜欢你，我以为没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东西，或者说，哦，我喜欢这个玩，我喜欢这个 IP，我喜欢这个动画人物、卡通人物、玩偶人物这样，哦，或是喜欢三丽鸥的某一个角色。结果那个都很冷门，就也都同时喜欢这样子，然后不太敢跟别人说，会有这种很奇妙的小巧合哦。然后还有去过某些地方，看过的某些书，哦，这是你们自己心里的小小的秘密，然后会觉得说，哎，你也看过，你也看过，你们就在其实你们很像是在某一个小众、比较不太多人接触的世界里面，你们常常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可是那也只是你们所处的世界来说比较少人做，不代表那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心理空间人很少不一样，你现在就遇到了嘛？那这一次就是有这种遇到的巧合。那为何说内在的心灵的直觉比较少？因为这边在说了哈，你们两个指引彼此去遇见，指引彼此去感受彼此的这一颗心，这个指引心是淡的，所以你们的遇见、你们的对话，很多的巧合跟很多的认同、很多的默契，都不是来自于直觉。而是来自于经验的分享，过去经验的分享，在一种很淡、很轻巧的、很没有负担的聊天之中，意外的获得，所以才会格外的觉得有趣，跟想要多一点珍惜，是这样子。哦，这是你们俩相处的状况。那初期啦，初期的协调有一点弱，但这个弱是代表说，其实你们应该是很不一样的人。哦，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哈，交友圈啊，或是以前的学习过程，反正你们背景各方面很多都还不太一样哈，跟喜好没有关系，是你们现在身上有的一些枷锁跟一些形容词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初期两个人的协调比较慢，可是这边有发现有很多的奇妙的连续巧合，让你们慢慢的明白这一次的遇见是有它一定程度的稀罕，稀罕哈，就是很珍贵。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形容是稀罕了，我不要说珍贵，因为那已经是另外一个词性了哦。是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但是非常舒适，刚认识这个人。哦，那场合这边还没有看到，后面会看。那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哈，我们在前面就先把时间点先翻出来。好，那我们就只翻半年到一年，半年或一年内的这个了。对我来说，我觉得能量大概半年内的最清晰，然后半年之后它就会渐弱哈，讯息就会渐弱，所以我们还是抓一下，来看一下今天这里所讲的你们的遇见或什么，大概距离现在多远哈？那这里翻的时间点，如果与你看牌的时间是在后面的，不代表你们没有先遇见过，因为等一下还有下一组牌，第一张就会先翻你们有没有遇见了嘛。那如果这样子是不一样的话，那后面的时间点代表什么？通常我都会跟你说，就代表你们的两个人能量重叠、相遇、撞击、火花最强的时间点。所以呢，我们不要太拘泥于等一下翻的两个时间点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间点，
我们要把它想成是，把它象征为是两个能量撞击最强烈的两个时间点哦。那当然，这个也包含着你们遇见的时间点，也包含，但不全然啊。然后只是让你知道说，大概这两个时间点的时候，能量你们两个人的能量接近是最有感觉的啦。来给你一个在这短时间内的一个期待的向往，好吗？来，先把两个时间点翻一下。免得听了这么多东西就要翻时间很晚哈。来，先把时间看一下。来，第一个时间点说5月初，来，第二个时间点说是2月中，好，来。所以以现在的能量上来说，我就跟你解释，有可能你们已经遇见了，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他说的2月中是下一个2月中的话，那就下一个2月中。所以通常有时候你在你看的时间点这个时间去对照的话，它出现这种已经是有点 past 的那个时间点，那你就给自己两个，第一是其实已经遇见了，可是那个能量不强，那可能到下一次。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题目，我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难以调和，比较难，很快就有一个话题很快的碰撞没那么强嘛哈，那可能的确是可能已经遇到了，可是要经过好几次的再遇见，累积出更多的在意哦，那可能这一个累积就会到了5月初这个阶段会有一个更强的，你可以这样子去象征它的整个讯息的流动，然后心里放着这样子的乐观期待，好吗？好，来，那这里到这里我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通往那一个区域的门的长相很类似你们的。我觉得它这个比较扎实，比较生活，比较不那么比较没那么的有那么神秘，那么遥望所以这招蛮像的，它就是一个比较生活比较野性的天然野外的自然。但如果你要再看这张比较再神秘一点，有点那个纳尼亚传奇这样开了一个扇门我觉得这里都没有非常贴切，但是这两个已经很接近，然后给你看。我觉得就大概这两个门是你们两个通往彼此面前的那一个神秘的门的样子感受你感觉一下让你有一个念想好，来，那就先这样。来，我们先把这里的牌收，我们来翻第二组牌了还有一个东西忘了翻，我先把这些都收。好，来，这里的话先放着。好，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先让你们看一下这张牌会翻出你们两个人的心境的相遇来，你们是哪两种心境的相遇，也让你比较有图像、有画面一下来，让他翻。来，第一张没有是谁的你可以投射出其中一张。好，这是你们两个心境的相遇你可以感受一下。好，那这些其他的 bonus 的讯息都来了，都好了来，我们来翻比较接近切身生活的一些讯息了。来，好，一样，第一章你们遇见了吗？我会尽可能的把一些冲突的讯息，用比较可能有能量趋势的连接状况来去做解释这个了，洗来洗去，这张就跑出来。好，遇见了吗？好，其他的直接翻。来，整个能量的轮转的状况好，另一个大桥指引性进好，把它都翻完好。看一下，遇见过，没有什么破口，遇见过，
你们的生活状况、环境各方面都还蛮接近的哈。的确是在刚刚那个太阳牌所说的，你们是站在同一个沃土上，你们已经到了那个位置，然后遇见过。但是内心的联系、协调性、指导的能量都还没有出现。我说的指导是前进直的导入的那个能量还没有。力道还没有出现哈，所以在目前这个方向，我会觉得你们有聊天过，然后第一次感觉还不错，可是非常快速，很快速就结束了。但是也因为那一次的遇见、聊天或是打招呼，OK，去让整个能量确定你们站在同一个范围里了，就这样。只是你们周遭的风是不稳定的，有很多其他人的情绪、情感各方面，所以你们现在的朋友旁边有很多人可能有工作跟感情的困扰，尤其感情困扰有点偏多，然后旁边的朋友有一点点陷入一种不太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的状况，那这个能量现在正在你们两个附近正在混乱中。所以原本要支持你们两个遇见跟看见彼此的风能量被打乱了，我只能现在觉得就这样。还有一些本来要在你们之间燃起的一些新的活力，也被先吹熄，或是在努力的火焰要起来，但都一直上不来哈。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应该要有比较更好的交流认识啦。可是其他的外力在影响中，这个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整个进行状况是什么哈。那不过好事是什么？一直有源源不绝的好能量把你们推到相遇的位置，哦，所以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脱单的时间到了吗？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开始认识彼此的时间近了，是非常近的。有三股很好的能量都有比自己的路径去把你们推向到同一个位置去相遇，并不是说是某一个餐厅、某一个咖啡店、某一个 party， 然后让你们相遇，不是这个位置。它是叫做某一个时间，你就把它想是宇宙有一个漂浮的地板啦，要不然你推到那个地板里面去遇见了啦，有好几个通路在推，所以这组牌对我来说，这个风打扰的风能量没那么强，只是它是现在立即在进行的，所以干扰了。那这个终究会过去。这个其他的风能量，它终究有自己的意识会化解，会自己有自己的路径去破除，有它自己的正负能量交换去消化掉。好，去融化掉。那鸟王让你们两个推进的那个路径就明显了，而哪一条都 OK。有哪三条？一个是你们自己找到它，还有一种是你们现在对于自我的心灵成长的要求有所进化、内在成长、觉醒，突然觉醒的之后遇见，那个就是自我努力。另外一个是随着生活慢慢走，另外一个是逆着走，喜欢选择。就是说，比较喜欢选择他人的这一条路径走，也会遇到，只是时间会拖得比较久，会比较慢才遇到。但是都 OK， 无论时间快慢都差不多。那而且推进你们往前的路径都有足够的能量推到你们遇见。那所以我不是很想推回到这里，这里说5月初，也其实比较接近5月中了。这里我不希望你们太依赖这里，但是我会觉得大概这个时间左右会有一些特别的能量会起来，然后会让你们真的比较接近，可能会有其他人的事情啊、活动这些，这个我等一下再翻哈。那以距离路径来说，现在状况就是这样。那这个风的部分，我要看一下现在的现况是什么哈，大概抓一下它的，大概让你知道一下这一阵风正在消化散去，它现在的状况如何啦。好，来看看恶魔的解答怎么说。这里说，你们身边那一个困扰你们的人事，是他人的事，都不是你们的事。你们都是一份好心，然后去听，然后要听到别人一些拉里拉扎的爱情故事或什么，你们是很有爱心的，要去解决，或者你就去倾听陪伴，都 OK。但是不一定两个都有发生，可是在你们之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现在必须等待这一个人自己看到事情的事实的本质。这张牌在说是有一个事实的本质会出现，再等待一下就有了。不用急，现在正在流程中。来，我看一下大概到什么流程中。
这里说其实还在找到自我认同中啦。他理解了，那阵风现在已经理解了自己，可是他还在找在接受认同的过程，所以大概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哈，不会再拖，我觉得是不会再拖很长，他就差不多进入了。然后这里就我觉得可以，以时间感来说已经到尾声了，它不是刚开始哈，所以不会让我们等太久。哎，好，差的能量没有太多了哈，我觉得不需要去解答一下本质的能量，我看一下以炼金的角度怎么确定一下这组牌的核心哈。好，这里说，这一次你们的相遇哈，在爱情的观念上面会有一种重新检视过去的爱情的错误，然后会在这一次不会再犯，然后会是修正你们对爱情的感觉、价值观已经都是修正好的之后的再遇见。所以这边也在说，其实你们应该都差不多已经有对爱情有全新的、重新的体认了。然后算是准备好的能量。我先说，如果没有中间这个风能量，没有这个阻碍哈，其实你们是笔直的往对方面前出现的。其实，在上一次的遇见，在之前的遇见就已经是笔直的遇见了，可是，在那一次就已经有，我觉得，不是很顺的，旁边的推力把你们摊开。我觉得他感觉上就这样，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有一点像是吊钢索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丢了一个人过去之后，然后另外一个人要伸手去接，你们那一刻没接到，我觉得有这样，因为节奏很快，速度很快。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可是那一次不专注，有其他的东西挡住了，甚至起雾了，然后看不清楚手在哪里，大概是这个概念。那还好，还有下次的，还有一些摆荡机会哦。那我不认为这个是唯一的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一个能量经过这里之后有一些涟漪水的涟漪波动有散开那这个时间点2月中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它没有到致命关键的那么强的力量，但是我觉得有一瞥过去看得到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你们有接触过。那不完全是一定接触过，但是讯息有出现，有蛮强的。所以如果你要回想的话，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大概2、3月或1、2月这一段时间，就40天、45天左右的这一段时间前后。应该有一个能量，有曾经你接触过，特别有印象，可是好像就没有延续性的，差不多应该就是那个人。好，那再看看，再等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很坏的讯息。好，那我再看一下这里要怎么补充一些。好，我觉得这里差不多了哈，因为好的能量还蛮多的，不需要再把它讲下去讲破。来，那我来看一下你们内在心灵的对照讯息哈。这个就翻一下。你们在灵魂的这个概念里面去看彼此哈，你们都一直没有遇见对方，应该是说跟距离没有关系。你们我觉得有在附近游荡非常多，可是你们都一直没有意识到对方是适合的。看见算有看见，但是都一直没有意识到是适合的。而且时常两个能量在靠近的时候，也许在以前或者什么都有一种磁场对撞的感觉，产生了某种像讨厌跟厌恶的误会的感觉有出现，那表示你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往心里去交流，才发现其实你们是类似的，是可以更多的内心交流的。回到第一组牌就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们这一次的遇见可能是能量上是最缓和的、最和缓的遇见的一次了，已经算是最好的一次了。可是初期还是有所谓的刚刚说的那个对撞，跟没看到彼此心理深层的东西，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那这次撞击力因为应该要很强啦，所以会不小心的就听到了彼此的声音，才恍然大悟，一些表象都是表象，好吗？好，来，我再翻一些再其他我关心的东西。你们内在心灵的情感的情绪的东西，
有经历不同的故事，所以你们在某些方面心灵一定要交流，因为你们可以互补支援跟破解一下之前在爱情里面的失误的困惑。其实有些东西在心里都还没有破解掉哈，可是你们这个相遇彼此上，在更深层，在第二、第三步的时候才会到这个位置。你们这组谈谈过去的事情还蛮重要的。好，还有一个东西。哦，好。果然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有蛮多，我先偷偷说，会有一点点尬聊，可是又想聊，懂吗？不想离开的聊天，很想跟这个聊天，不想离开，然后会急于或一直连续的找到很多巧合。就像我刚才嘴牌的，你们会有很多的对话共识上的连续的巧合，让你们觉得你们两个好像很稀罕的遇见。可是其实，在聊天的内容里面也有很多听不懂，话题搭不上，或是硬要接话，或是硬要创造话题，但是没有那个厌恶感，反而是觉得就是再继续聊，再继续聊下去就知道了哈。他没有那个好像喝了3杯咖啡的急速感，但是有一种温温的继续听、继续聊的感觉。心情上是平静的，我觉得这个心情上是平静的，才让你们两个可以互相彼此在初期的时候听这么多的对话了哈。那你说会找到两个人的新的相处方式吗？我觉得不太像是找到新的相处方式，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开始比较理解对方的模式了。哦，那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对彼此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但不是那种觉得哇好好奇哦的特别的感觉，而是一种该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像类似文化冲击的感觉，就是你从来没有去过英国或西班牙，或是纽约这样子，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一种模式的感受，没有遇见那个模式的感受，所以一开始会有一些冲击。那冲击是有快感的，是舒适的。哦，在你消化之后，你会想要再来冲击一次的感觉，这是你们两个刚遇见的情况哈。很特别啦哈，所以有点难以形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式来让你去模拟一下我所说的。好，大致上这组就这些讯息哈。重要的讯息是，你们现在困住你们的风解散了之后，就你们那个火车飞机就冲刺了哈，就 turbo 了。好，那记得一个小提醒哈，你们这一组蛮需要慢慢探索内心的声音。而且是需要有点用力，或是有点主动哈，它不会自己跑出来。好，好，那先这样吧哈。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讯息也差不多可以了。好，差点忘记哈，还有3个动物灵卡忘了翻，差点忘记，差点忘记。好，还好我突然想到哈。来，3张动物灵卡对你现在生活的3个建议哈。我一次翻完，把它一次讲完哈。好了，就这样子放了。我看一下哈，是什么书？第一个说最近你内心有一些蛮不错的，也许是工作吧哈，工作你有蛮不错的表现的力量跟直觉在陪你，所以最近可以尽情的发挥哈，应该会发挥的不错哈，不要害怕，尽情的发挥你最近在工作上或是我最近在工作上想做的事情，尽情的发挥。那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累啦，哦，没有那么累。其实你还有更多的力量还没有拿出来。那再来这边是说，最近你确实有很不错的能量跟气场，可以去疗愈你的朋友，所以跟这里很符合啦。然后你周遭有一些朋友需要你倾听他现在的人生的低谷，你就去倾听。你现在对他们的疗愈能力非常非常好。再来就是，你有某些幸运值有跟上哦，所以最近你的内在跟心灵会对很多东西都怀抱着比较高度的乐观期待，不要怀疑，那就是最近的能量，就是它比较正能量，对未来性感受比较强而且是比较就是正能量很强，所以会处在一种好像有一点过度乐观
但是不要认为那一个是坏事，好，不要刻意把它拉回去。乐观、悲观比较平稳的位置没有，其实最近的能量就是这样哈。你去享受那一个最近有点过度乐观的感觉哈，它会让你看到比较多他人的优点。好，你就好好享受这段。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来还好补起来了。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这是你的投射的卡片哈，来，好，那我们一样，今天的题目是脱单的时间近了吗？脱单的时间近吗？感受上应该是还蛮近的哈。我们一样，我们今天换这个哈，比较深的哈的大牌来帮你翻一下你们两个现在的现况跟一些距离哈，看一下，来，先把金星能量翻开哈，看一下。这里，好，这张，好，哦，目前哈，你们在你们面前有通往彼此方向的门，可是开了不同的门，所以有可能现在正在绕路中哈，但是该怎么说？我这样子比喻好了哈。这一个圈圈是你们两个相遇该去的地方，好，该去的地方。那你们原本在自己的行走路径中，好，怎么走都会走到这里，但是有可能会时间的长短，或是先后进去，所以有可能进去之后错过之类的。那现在的状况是，本来应该是要给你们开同一道门，就在你们行走中开同一道门了，一起进去之后就在这个位置。可现在我说开了不同的门，是因为现在开了不同的门，可能要从别的方向进去，好，别的方向进去，所以会对我这边直观的感觉，我认为你们应该会先从不同的朋友区域、朋友圈里面进入，然后中间再有一些交集，才慢慢的认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会有一种直接认识的状况。最近做的一些决定，最近做的一些认识一些朋友，大家都有比较强的一些共识哈，一些意识要一起去哪里玩，会变得比较联动，比较强。可是现在这里，我都会觉得他已经先绕路，但不代表没进，毕竟门也开了。那我觉得这一道门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捷径，只是它现在的能量尽可能的只能帮你们先开了一个捷径的门而已，没办法帮你开同一扇门。那算绕路，但是也算是已经前进了哈。但还没有到对齐，但至少知道东西南北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差不多也快到了。这就是时间慢了一点哦。等一下，我在这里再翻一个时间的牌哈，因为我在说时间慢了一点的这个语言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是有抗拒的，所以它可能没有我说的时候感受上的远，也许更近。我们等一下翻就知道了哈。来，我们把其他的再看一下，那我们把其他的都翻完哈。好，好，就这样放着，我看了哈。哦，你们只要非常靠近哈，就会被彼此的外在声音各方面立即吸引住，会立即吸引住哦，而且是好几重的火土能量的重叠的吸引。这代表什么？代表他还蛮接近你心里以为完全遇不到的那一种类型的人，可是那个吸引力会出来。那你们对彼此观看彼此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耳目一新
的反面，会有一种冲击感，会觉得说，诶，这个人跟这种形象我之前从来没有遇过，心里有点害怕，有点恐惧，有点崩塌，觉得改变了你以为的未来世界的一种想象，但是心里有一种冒险心，很想往前冲，然后不敢，然后会连带来很多以前爱情的挫败，所以不敢像以前这样子直冲。内在有这个挣扎，但是那份喜欢也连带的跑出来。那为何会挣扎？因为你的理性在这个时间里面蹦出来了。好，以前那种遇到爱情的勇往直前，在这一刻，因为这一个人出现的冲击力很强，所以刹住了，理性也跟着爆棚去刹住了。哦，两个人都差不多，我讲的都是双向的哈，不是只有说你哈。那这边出现了好几个能量，都出现害怕，跟确定自己的感受，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办法有所作为的感觉有出现。但是好事是什么？好事是内在的那一个喜欢的确定很明确，他对你，你对他都是。但这边的讯息解释的说，这是一个庸人的困扰，就是平凡人才有的困扰。能量上是觉得这个很小，这只是很小的东西，表示说这只是初步的一个小感觉，但是会让你们感觉到非常人性的困扰，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这边都有。往好处看，你们可能会在第一次的对话里面就指导灵魂的直觉的连接。好，你们在还没有对话之前，会被强大的神秘吸引力、神秘感所吸引。也就是说，那一份抗拒无法完全抵挡你们去做初次的对话。所以这边我还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你们很有可能以一个完全陌生人的方式对话，对对方完全没资讯，甚至也不知道这个人应该是叫谁，网络上都没看到，会有这一个突破点会出现。然后是一个不能说难受，但是必须推自己一把往前的一种吸引力能量哈。不过不用担心，当你们一对到话之后，心灵的交流直线直觉有了嘛，而且平静那一份平静也随之而来了。还有你们原本以为的两个人的距离就不见了，很奇妙。原本你们很像是一栋大的宫殿里面的两根柱子，绝对不会连在一起，是必须要去撑着这个城堡的两根最重要的柱子，一定要伫立在非常对立的位置，有这个讯号。可是很奇妙的是，当你们连接到了对话了，才发现你们的独立性没那么重要，而是两个人的重叠连接更重要。有一种一加一，结果不是二，是一加一等于一的一种感觉，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所以我才说你们会有一种崩坏的感觉，前前后后都有一种连续崩坏的感觉。那个崩坏的感觉是，怎么会有这个人出现？然后在对话的时候才发现说，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些恐惧、那些担心、害怕、那些受伤，对以前爱情的那些负面感觉，都突然在对话中就消散了。哦，他有一种突然跳跃式的升华在你们最接近对话，所以这一组很在乎那一份突破，很在乎那个勇气去开口讲话，这样不会让你失望的。可是这整个事情也是有两面性的，一个是有做跟没做，没做的时候会被这个恐惧跟害怕所压垮，就再也不会遇到这个人，或者再看到这个人就再也不会再对话了。要小心，恐惧能量在这里是比较强的，所以才会鼓起勇气去对话的能量才这么珍贵。但是这不是只是你会做，他也在挣扎这件事情反正这是你们初次见面的状况了。但是有一个东西还不错，是你们的互相的吸引力非常强烈，而且是正能量爆棚的吸引。那一个吸引是突破害怕的，是突破黑暗的，是在很需要温暖的时候出现大太阳的那一种舒适感的吸引很特别。这里的牌的比例上大概有60%、70%是
处在恐惧、害怕、未知、不能前进的状态里。可是剩下的40%、35%却有逐步渐强。当你们越来越接近，他们出现那一刻的时候，那一个正能量把你们牵引到对话的能量也逐步渐强，而且再加上所谓的勇敢，它就是一个新的 bonus， 乘法加法上去就会超越了原本的恐惧。只要超越了0.1都算突破。所以我相信在你们最接近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吸引力来让你们以一个，我觉得比较像真的是以一个完全陌生人的能量来遇见。那是什么样的场合？我这边的直觉感觉是，确实是2种不同朋友圈的第一次相遇，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牵连，还是有稀稀疏疏的认识啦。可是你们的那一个对话，并没有那么直接的能量把你们带领所以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时刻哈。来，那我们突破一下惯例，我们把时间翻一下，让你感觉一下大概会是什么时间点，你们的能量最接近。记得这个不一定是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间点，这有可能是你们对话之后2个人的感情跟能量碰撞的最好的时间点。好，感受一下它的起起伏伏，而不是依赖这个时间点的发生。好。但是如果你要我用一些物理或是真的比较生活的行动的建议来说，我就会说，时间点翻出来的前前后后，请尽量跟朋友出去尽量去接触新的人、认识的人，这个很重要。然后不要网络上认识因为那个灵魂能量离太远了。要有各种五感的、身心灵的、身体、心理、眼神交流，那个感觉才直接才会对好。来，第一个时间点落在1月中。以我今天看牌跟你们看牌的时间，应该是前面了嘛。好，那我没有感觉你们已经有遇见过了，所以我这一题我就不觉得你们之前有遇见。我觉得你们能量是全新运，所以他如果要拖到那么远的话，我们就觉得可能吧，下一个1月中，因为有可能看到这组牌的朋友是8月或9月才看到嘛。好。但是以我算牌的时间点，我觉得有点太远，所以我再补一张能量比较小的，好吗？好，如果它还是那个时间点，我就没有办法了来，这里抓的是11月底，对我来说，10月底到1月中没有太远，因为我觉得一个时间区块就3个月前后，我觉得没有太远，所以它就是那个时间区块。可能这2个时间点是所谓的头跟尾好，那就那个时间区块就不深究了，你自己感觉一下那再来，好，这个我想一下这个轮廓，他抓到的是3月中好，那就这样，好，时间点就这些好，那。大致上有一个大时间轮廓，就这些来，我来帮你们翻一下。我觉得你们2个人通往相见的，刚刚我是不是说我觉得有2扇门开了我来帮你看一下那2扇门。我刚刚的直观感觉是比较接近那2扇门有一个是草原的，有一个是非常绿一样，就变很多草的啦这张很接近，这个是。另外一个门，另外一个门比较像是说很居家，比较那个。另外那一个牌我还没有拥有啦，我有那个画面了我还没有拿到手，但是我已经看过那个牌了，所以我觉得它还蛮像，这里确实是没有那么接近。那我拿最接近的，它蛮像这张牌，或是这张牌，但是比较接近这个但是是封住的门，是封住的木门。所以现在是开了这2扇门，但是不确定是谁的了我感觉到大概是这2个方向的门的意向你们感觉一下好，那再来，你们2个人的心境是哪2种心境的对仗我们来看这组塔罗牌抽的2个心境，给你感觉一下第一个，这里，差点跑掉。这里是第一个心境第2个心境，这是你们2个人的内在心境的遇见来，让你感受一下。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比较生活面的哈。好，哎，一样，第一章遇见了吗？好，来，等一下再解释哈。这里，好，这些我等一下再说哈。好，可以，还不错。这里哈，这个盖着。哦，遇见了嘞，而且是在一个蛮多人的场合，也许有跟工作有关，也许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被带去一个场合，然后认识了，然后对话过了，然后发现两个人的对话还蛮协调的，两个不同的朋友圈的能量各方面都很协调的，而且大家都还蛮舒适的交谈的，大家互相交到了还蛮多的朋友的，其中还有一些人还找到了自己的旧朋友，然后有一些对话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交流，然后大家还有一些新的约定，说可以去参加什么新的活动，去参加看什么样的演讲，甚至有觉得可以一起去露营，大家一起去旅游，各方面的这个讯息都出来了。所以这张应该是这张对，这张1月中前后，这个能量好像是也没有错诶，吼，有可能之前就已经遇到了耶。哦，所以这里有破口，这边的能量还比这边看的跟我刚前面已经得到讯息直觉来说更强。所以在这组牌我翻之前，应该已经有一个聚会已经遇到了哦，可是因为它这边有被局限在它是一个工作的架构跟表象里面呈现，所以它没有指导爱情的方向里面，而且这里还呈现出一种大家都还蛮喜欢大家彼此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事业、所有的成功的方向，所在能力上的表现，大家都还互相敬佩、仰慕跟学习，是一种很工作场合里面的遇见哦。所以我们就不能忽视这里所说的1月中前后，前后40天的一个摆荡的那一次遇见。你可以回想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类似这样子的遇见？它不是完全工作，它可能是工作之余再去见的一个会面，或是只是跟朋友出去见面的时候，就大家遇到的很多都是工作上的朋友，或者聊天的内容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差不多有这讯息有出来，而且能量都还不错整个路径上。以过去式来形容的话，是已经遇见了，而且还有2组不同的朋友圈，已经有还不错的交流了。大家在那一次的见面里面，已经大家都有交到新朋友。哇，变化性、好奇心，这整组牌的排位搭配都是非常好的。换个概念，如果你们是还没有遇见的话，这一组的诠释是说，已经有那一个要遇见的事情正在出现了，而且已经计划好了，已经定好了，只是还没有邀约。它就是一个用来给大家彼此认识的一种交际忌讳，或是聚会，或是一种友谊赛也可以友谊赛。就是大家要去认识，可是这里有一个能量在主导的是，它不是走向爱情的，它是走向一种合家欢乐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用来包容各种能量的人的一个场合。而在这个场合里面，你们会有一个遇见。记得我刚刚前面说的那一个遇见，会让你们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会出现，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这是未来时的前后，所以它现在是有这2个路径只是我不太确定它偏向哪一个。但我必须以能量的直觉感觉来说，这个已经发生的能量我是有抗拒的。已经有发生的能量已经有抗拒的，因为它那一个时间点能量，我觉得它没有延续到我现在看的这个地方。也许是我没有感觉到，或是它其实真的不是讲过去，或者是讲下一个时间点。
所以你要自己感觉一下。那如果2号牌的朋友，你的投射跟你的精力真的在那时间点前后有的话，那我想那个讯息就是属于你的了。但是我必须还是要有一点比较依赖我的直觉了哈，因为我的直觉并不全面，它可能就是30%跟70%的对称，可是也许我对于30%那一个能量感觉比较强烈，所以我会比较支持那里这样。但是我把讯息都告诉你们，所以你感觉一下，牌面都是很好的，无论怎么样，你们都会在某一个蛮多人的场合要遇见的，这里都已经，我必须说这里都已经定好了，而且甚至还有可能说，你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行业里面的人的一种交易认识，一个活动的认识哦，你们工作可能都还完全不相干。虽然他这边有很强的能量，是说在差不多的类似的产业圈、工作圈有共同的工作话题，可是这边却告诉我说，基于只针对你跟他来说，你们的工作性质内容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但却非常对彼此非常有高度的兴趣。好，哇，这组好的能量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有取消了某些负能量的存在好，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缺陷，我看一下，小缺陷指的是什么这里好了，看看恶魔牌提示了什么然后这边提示了一下，说，嗯，还是一样，跟上一组牌一样，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觉，但是还是不要太为所欲为，想要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还是每一个表达都要深思熟虑一下，因为他有点在害怕说，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太拘泥于当下的那一个快乐、幸福跟快感，然后想表现什么就表现什么。但他这也在提示啦，可能那个时候有喝点酒啦，有点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我不会往那里讲，我只是希望说，他这里在讲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大家先想一下再做哈。我觉得他讲的是在你们非常接近遇见的时候，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破题跟提示哈。来，我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遇见的定义，我来放在我觉得位置最好的牌上哈。这张牌我真的很少翻到。这里说这是一个神的完美安排，就这样，好，没有别的其他的内容。它这一组炼金的底牌的整个综合的意义核心就是这是一个神的完美安排，好，所以这个界面各方面都已经定好了，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说很多东西都已经定好了嘛，已经定好了，所以就顺着走就好了。只是时间点，就是有可能有点两造说法要提示一下。好，来，好，你们的灵魂概念上的距离来说，你们从来没有在等待彼此出现，所以这次的出现确实还蛮惊讶的哈。而且你们的灵魂两个相遇的时候，还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是就是要慢慢的有交集、有契合这样。上一组牌就有说要渐进了，要渐进，所以不能急这组。但是这组真的很特别，它确实也是走的比较慢的，它也不是爱情一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它虽然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就是好像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前面有说嘛，可是其实内在还是有一点点觉得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它还是太新了。我刚前面有说嘛，就是好像一开始就说有点超乎自己所想象会出现的人的类别里面，出现了一个你觉得不会出现的人，所以初期还是有一点点大家在小小的摸索，可是内在有一个很特别的吸引力，就是还是一直有存在啊。反正本质上你们的灵魂，我觉得算是第一次的遇见了哈，所以那个陌生感跟那种惊讶怎么会遇见的感觉都是并存的。好，这个灵魂大概就这样哈，因为我觉得讯息有一点点被这里的好讯息给打乱了后，所以基于这些个部分到这里，我再翻一张牌看一个比较远的东西。没错哈，你们初期见面的时候是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有一个小小杂念的感觉，但是难怪这里有在提示说，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应该会有很激动、很喜欢、很特别的那一种澎湃、跟快感、跟冲动。记得这边却是恶魔的提醒哦，他这边牌他就说，因为他本身的牌的在讲说，人会拘泥于某些擅长的事情跟快感，然后往下做下去哈，然后会有一点走火入魔，会有点执迷不悟。所以他这里的提醒是在说，每一个快乐、显而易见的快乐跟幸福方面，会带领你有冲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这边要想一下。他这边说要思考一下哦，所以 OK。该给的讯息就这些哈，有些东西比较笼统，那你要吸收一下。好，那就这样。来，3张动物灵卡给你最近生活的一些提示哈。来，第一张，第二张，我忘记先说了。第一章说最近有小桃花，或者小粉丝，或是一些有人跟你告白小喜欢，但是我觉得能量都不够强哈，你可能也没特别的感觉，就享受一下被别人喜欢的感觉哈。那第二个是说你会因为这个感觉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乐啦哈，但都是小小的，那你就感受一下，这是你可能一些正负能量啦换来的一些好运，还是你之前做了一些好事哈，然后现在得到了一些心情上的回报。好，这边说，你内在有一个力量，好像正在流失中，哈，记得要把它拿回来了。就是他其实在讲的东西好几个啦。他在说最近你蛮能忍耐事情的，可是因为忍耐久了，觉得累了，想放弃，想放掉，觉得自己无力无心。可是这边在告诉你说，其实你旁边有一些蛮好的能量正在支持你，你自己的其他人都有。所以你现在如果遇到一些事情需要一些信心，需要一些忍耐，需要一些毅力，需要一些耐心的时候，就坚持一下，就只差一些了，而且。你拥有这些能力的能量，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没有那么少哈。你坚持下去，忍下去之后，发现说，其实你能忍的更多，你能坚持的东西更多哈。但不代表每个人现在最近都有遇到这个有事情要忍耐啦。他这边只是在提示你说，你最近有点小看了自己的能力哈，要有点信心哈。好，那这3张牌就是这个哈。好，那差不多2号牌。我的讯息是被打乱了，后来这里出现的时候，因为这里突然在我前面看起来的时候，有一些困难点都被打乱了哈，所以前后讯息我有点衔接不起来，但是我希望刚刚前后讯息你都听到，看有没有听到一些重点。那我在这样回顾的时候，我感觉一下有一个讯息很重要，我再讲一下好了，就是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有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哈。那个吸引力是非常陌生的，但是你们一定要非常接近去互动之后，才会发现它不是陌生的，它是稀罕跟可贵的。哦，但虽然整个一开始的能量是往下的，但是它这个能量往下，它也不是很能够让你就这样子直爽爽的、很轻易的去跟这个人对话，做一个很好的互动。但是当你有这个直觉出现，有一个陌生人完全不认识，中间也没有互相认识的朋友，然后又有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能主动去开口讲话，也许是很重要的。那你的这一个困扰跟你的这个勇气也会联动他也可能会先来跟你讲话，都有可能。好，所以记得哈，这一组需要一点点的尝试，还有一些勇敢哈。好，那就这样，那这是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讯息能够帮助你哦。好，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好，来，那今天的题目是呢，脱单的时间近了吗？哈，你快要脱单了吗？哦，那通常我会开启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基本上它要出现了，好，但是要到确定关系的时间是不一定的哈，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流程哈，它不一定是前面认识朋友交往才会确定关系，有些人在一开始认识隔天就确定关系了，就想要以交往的方式相处了，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通常这个题目前来出现的时候，我的感觉就觉得好，我要来烦了哈，所以这组我们会以比较趋近于时间这个概念来说，好，那我们今天用比较难一点的牌来去看一下金星能量的发展哈。来，
我尽量讲慢一点，跟讲多一点。好，来，这张怎么翻它都在亮。好，来，很好，来，我先审核完了，你们的意见审核完了哈，然后而且是确定是给非常好的奖赏的路径走去的哈。它这个审核比较像是说，它关乎着你之前对于你周遭跟自己内在心灵的能量的培养之后的一个结论，然后跟你对于宇宙可能下订单许愿，想要遇见什么样子的人心里的念想哈，这种，它给了你一个很棒的回复跟回应。好，那这也代表，虽然我说审核完了是比较严肃了哈，但是我觉得更像是你的能量所带来的更好的能量的出现哈。那我要用你比较拟人化的方式，让你比较理解它的可能它的一个连续跟趋向哈。好，还蛮好的。为何说蛮好的？因为好像有一些坏能量正从你身边离去了啊，正从你身边离开了，所以它算是一种整理，很像是我们常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家里整理精灵啊，什么收纳精灵这样，帮你把东西去无存菁啊，断舍离这样。那他已经离开了所谓断舍离那个阶段，已经正在搬新的家具、新的物品、新的空间重新呈现的那一个段落了。好，那他讲的是什么？是你们遇见前两个人的很多东西都处理完了，对旧的感情的感觉啊，或是最近身边的人际关系的朋友圈的清晰度也比较明朗。这个明朗就是说，你们两个圈子或是同一个圈子里面有一些交流是比较纯净的、正直的、干净的、理解的、清晰的，看得到好大家各自的优点的，看得到人的展现的，好正能量比较摸索得到正能量的那个方向，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连锁清晰准确。这也带来什么？也许他的介绍，他被介绍来你面前，跟你被介绍出去的这个准确率跟能量的配合，在周遭的你的人际关系的其他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把握的，很欢喜的哦。你们的遇见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开端偏严肃，偏严肃的意思是说，可能没有一开始遇到的那个爆炸式的、一见钟情的能量，可能不是这样子跑出来，但也算有一种，看起来就觉得舒服的感觉有。好，我觉得这个开始还不错，偏冷静，偏在我的角度会觉得是很多其他的能量已经帮你们做好决定了。然后你们的遇见是被动的被推到彼此面前，那会不会有感觉？看来能量上是比较是有把握的，是觉得你们是有那感觉的，才把你们推到面前这样哈。好，来我们来看其他的。果然是没有一开始遇到就爆发的能量哈。会有一点小小的别扭，会有一点小小的收敛。好，这里意思是说，就算有喜欢的感觉，也会不是那么明确的表达出来，但不能否认说其实是有那个喜欢的感觉，只是说前面他这个以这种风偏理智的状态去做初步一开始的表达的时候，无论是认识的前期，或是要确定关系的前面这一段的前半部，都还是偏向比较观察，比较想要确定这个人好不好这样。但跟你们内在有没有喜欢这个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都是一定有才会有那个观察这样。然后会有很多的约会、出去见面、一起相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间感里面，认识之后有一段时间会从很普通的朋友，然后快速变成比较亲近的朋友，或者相处时间比较多的朋友。然后这一段时间相处会比较多，然后才会在某些很想要确定关系的时间里面才会确定关系，这组不太自然而然。
因为以在我这组现在看到的理智面来说，是还蛮想要不要偶然的，还蛮想要很多东西都感觉都对了，确定好了才去确定，才会用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式来用口头或什么来确定说，不然我们明天就算开始算是在一起了，这样有可能会这样子比较硬生生的，可是很明确哦。好，你们不太像是比较熟悉的领域来的人，你们有很多东西对你们彼此来说都比较新，好，工作跟很多价值观可能都比较来自不一样的世界，不是强弱哈，是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判断事情，所以你们的理智讨论跟聊天还蛮多的，但是这件事情是能够带来某种快感的跟舒适感的，没有排斥感。哦，好，来我们来往下翻，这里差不多了，把它都翻完。果然哈，跟我所期待的方向都差不多。好，先说你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节奏真的很慢哈，而且有蛮多的不同，然后这些不同确实是有一些机会会让你们觉得有可能这关系会越发展的越来越好吗？但是却在每一次的对话里面再次确定这些都不是问题，没错，后面会越发展的越来越好。你们这组比较像是一点一点的把路上的荆棘跟杂草清除掉的一组，看似难以走到更稳定的未来，可是却发现轻而易举的能走到你们想要走到的位置。有两个原因，有一种很深层的信任，跟很奇妙的远见，在你们判断这组关系是否可行的这个概念里面，确实有非常强大的信心，让你们觉得是能走到某个位置的。还有，你们有一种有一点极端乐观的吸引力，正在吸引着你们两个人。也许是开朗的那一面，或是乐观进取的那一面，哈，都是偏向比较正能量的那一面，有互相的吸引着，而且是成为一种很致命的吸引力。不是你们缺的，而是你们向往，能达到的那一个正能量的方向，彼此身上都有，彼此身上有一种自己身上比较缺的那一种正能量的表达方式跟行为模式，对方都有。所以你们两个相处之后会有蛮多的学习状态。那缺点就是进度真的有点慢，然后探索的时间有点长哦。不过你们两个人相处的一个核心的美感是，你们会被自己在这一份相处之中的逐渐成长，会在好几个阶段性的时候会吓自己一跳。然后会警觉到，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关系，这份关系才有的一个新的觉醒跟进步。但是没那么快察觉，要到后面才慢慢才会说，哦，原来是因为这一个人，这一份爱情的出现，这样。为何会比较慢察觉？因为你们的直觉性没有发挥啦。哦，都是一些理智的判断跟相处的判断来看得到远方，看得到信任，哦，看得到期待。但是直觉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弱，所以都必须要边走边看，停看听，每一步都停看听看一下，这样，所以才会在内在的某种自我的成长跟惊觉，就是讲最白话，就是才发现说自己这么喜欢这个人了哦，然后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也有这个感觉哦。水能量偏少的状况就是这样，那个情感能量的直觉能量就偏少，就是这样哦。但没有关系，这组到后面会有一种互相怜惜的感觉，然后在这个相处里面，可能彼此还会生活上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互相有支持资源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小的革命情感的成分在里面。那最有趣的一点是，我刚刚说你们相处之后会发现说看得到相处的未来，有看得到，有期待感，然后这边是还有一些说有一些很强的正能量的吸引力来指引你们
相信可以往下走下去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们总觉得对方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感，值得每次相处跟花时间去挖掘。其实这也是你们内在有深深被吸引的地方。他这种吸引力有点好强，有点好奇，这样子的交织，让你们产生每一次分开之后的全新期待，想要再遇见。那又不急，个性上又不急，然后事情上也没办法，也不会那么急。初期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时间感或时间节奏还没有很搭在一起，都还在不同的路径上哈，所以初期的发展是偏慢的啦，但是有越来越好。好，那这个就先这样哈。来，我来翻，我把时间点翻比较前面哈。我把你们两个最靠近能量最接近的两个时间点来翻给你哦。但这个能量最接近的时间点，不代表是你们初次见面的时间点，它也有包在里面，是初次见面的时间点，也有可能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它也有可能是诠释的是你们已经有先认识了，然后可是你们我刚刚说你们的发展是比较偏慢的嘛，所以他可能两个人能量最接近的时刻，不一定是在刚开始认识的第一次或第二次，他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之后，或是这个时间点是让你们彼此惊觉对彼此的喜欢已经有这么多的那个能量时间点来，我翻两个时间点给你。那如果时间点已经是我翻牌的过去时间点的时候，我会再对当下的感觉做解释来，第一个，这是11月中后，就11月的第3周开始来，第二个时间点。这个落到了1月中，我觉得这个拖很远，我觉得他不是讲过去除非下一组牌有讲说有非常明确你们已经认识了，我再会重新诠释这个，不然他这个就是下一个1月中因为第二组牌就有发生这件事情，时间也是落在1月中，可是翻出来第二组牌完完全全支持已经遇见所以我会重新再来感觉一下它这个能量的讯号但如果现在这个讯号感觉，我觉得还没。我觉得以这种节奏发展的迅速来说，我觉得1月中也算是可能是第二个能量的爆点了。但基于我们的习惯来说，我再翻第3张牌来去重新诠释一下这一张牌是否有别的时间点。但如果再翻的也是它的前后，那我就这样不怀疑它了。来这里说的时间点是9月初，好，3个时间点都给你，感觉一下记得不要拘泥说只有这个时候会遇到它，没有，这是你们两个能量最接近，会有一些特别的火花或爆，一个边界式的反转的能量的时间点，好，那就这样，这组牌就这样来，我来翻一个。我觉得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有一个门一样我们今天来翻看看我看到的，我觉得的门的一个讯，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你们是需要慢慢窥视彼此内在的你们的门是慢慢的打开的，然后很多的时间都在窥视、偷看对方心里不擅长，但是想偷看，所以才慢慢的进入，慢慢的看，才会发现说这个窗户后面或这个门后面是一个浩瀚的宇宙，有更深更多的你们的未知在彼此心里，所以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力跟好奇心好，那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的牌面好，等等好来，那我先把这收掉还有新进的牌还没翻那新进的牌的话，我翻2张牌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是哪2种心境的相遇你可以有个图像可以思考来，第一个很特别，第二个好，这是你们2种心境的相遇你可以想象一下或是感觉一下好，我把它放在这。好，来，那我们来进入比较生活的状态的比较细节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一样，你们已经遇见了吗？来去佐证一下这个时间点，好，来看一下它的连带关系。它翻开了，应该就会有一些很明确的答案。好，这组我等我一下，它牌有点黏腻，我觉得它没有打散。好，可以了，遇见了吗？整个能量的游荡，好，还有一些双重性哈。先这些，这张我盖。首先还没遇见，还没遇见，所以那个时间是下一个时间点的碰撞。为何还没遇见？因为你们的能量正在缓缓的出来哈，那个活力才刚出来。那你们在如果说你们是两个世界的对齐要遇见的时候，现在中间有一些障碍，先阻碍换了。可能水流、气流各方面现在都没有在动作，所以现在是在停滞状态，所以还没遇见，连路径上现在是停滞状态哦。那要小心，你们附近现在你们的人脉朋友圈里面有人，这在困扰着你们，不是你们的事，但是它会让你们附近的能量有点杂，所以近期我会蛮建议两个做法。如果你有朋友心里有困扰，就去听，帮他化解。给他建议，把你的善能量传达出去。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发现有些人的负能量真的太低迷了，最近都先不要靠近他。但是虽然我不会鼓吹这个，我会比较希望你们去靠近倾听，让他把负能量散去，因为你的正能量比较强，你不会吸收，你会帮他消化。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好。但是如果你的本身内在能量意志你都觉得现在很薄弱啊，那你就先不要哦。近期都先不要，因为最近附近你有一些的杂的能量正在干扰你哦。不过记得我追求的是第一个，去倾听，好，你可以帮他过滤，你会有一些正负能量交换，好能量会回来哦。好，因为有的时候有求必应很重要，不要见死不救啊，要做反应，要做反应，拿出你仅有现在所有的善能量，把它做到最好，去倾听就好，不需要实质的行动。但是这么突如而来的负能量的讯息，去倾听，先倾听，也不用任何指导，你就倾听。好，甚至不知道身心灵的方法，多读书都可以，给一些不是你需要负责任的事情嘛，叫他去看什么书什么都可以啦。好，不要无视，不要无视。虽然这股不好的能量最近有点浓哦，但你也正在远离中，你也正在远离中。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等一下再翻，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我先把其他讲完。你们虽然还没有遇见，好，但我也没觉得你们非常远。你们只是现在中间的能量正在指引的火把才刚开始点，还没有达到你们面前指引你们遇见，但是你们已经很近了。你们太阳正在慢慢的投射到你们的脚下，正在移动中。还有一件事是，你们一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但那感觉还没有构成到吸引力。你们要到对话之后才产生那个吸引力，才会知道彼此的吸引力的点在哪，很快就会被抒发起来。但是在还没有对话前，很多东西都是无法听闻、无法看到的。这样，那我再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虽然前面有说你最近朋友有一些困扰或什么的，我希望你去倾听，但是这个人可能重叠了，帮你跟那个脱单的对象的人，也是搭桥的那个人哦。有这个讯息，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但这个讯息两个是重叠的，帮你搭桥去遇见你的新恋人的这个人，也是最近内在很低迷的那个人，有重叠，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能量有重叠哦，所以我刚前面的直觉应该算对，我希望你拿出最大的善意去倾听就可以了。那这边还有一个讯息说，有个沉睡的贵人也在往你这边走来，所以三种讯息不知道是不是在讲同一个人。好，
三种讯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同一个人啦，但都有一个方针，就是都在往，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外力，都有在把你推去跟这个人见面，只是那个外力的内在很复杂。哦，他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贵人呢，现在你还不知道是谁，还是他就是要你现在能量很低迷的朋友，你需要去倾听，拉他一下的人呢？好、嗯，还是他就是有一个介绍你认识的人，这三个人有对我来说有两个有重叠性，有一个是独立的，可是有这三个现象，所以只能说啦，先不要回避你的朋友，或是新旧朋友都一样，先不要回避哈。看来你们的遇见有一个搭桥能量哈。好，那靠你们自己走的路径来说，其实没有直通，只有在最接近的时候才会发觉你对某个人有对话的兴趣，或他对你有个对话的兴趣。这样好，这里的讯息比较少，但是目前是这样。我来看一下这个状况。我看一下恶魔的解答，说这个你的朋友或是周遭有一些人的低迷的状况是怎么？看一下，哦，呃，他这边有一个讯息耶，这个能量跟你不太熟悉耶，不太熟悉，可是他不知道为何想要跟你对话耶，好像可能他内在有个直觉，觉得好像你听得懂，所以他找你对话。他就很像是你本来网络上或是平常没有那么熟的朋友，可是他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有人讲话或倾听，可他跟你没有这么熟。哦，如果有的话，你还是听一下哈、还是听一下。他不太算是你非常熟的朋友诶，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另外先用来搭桥跟这一个人见面的一个事件要发生了，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从这里有看得出来说，这个人跟你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说跟你好像不同世界嘛，然后这边也都没有说是不是同一个朋友圈，就表示似乎不是哈、那现在这个讯息来说，这个人跟你的熟识度不高哦。我再翻一下。所以他这个可能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个贵人牌，所以这个人的事情跟突如其来的贵人可能是重叠的哦。我再翻一次新的讯息。哦，确实是跟爱情有关的事情哈。然后这个人可能会跟你分享很多爱情的事情，然后会对你的爱情的价值观，跟你感受到爱情的那个浪漫程度、开心程度会有点上升，所以你可能是最近这个负能量的治疗的点，所以你附近可能这件事情发生。如果选上号牌的朋友，旁边有些人有在爱情的低谷、感情的低谷的时候，倾听好像对你来说有一些好能量会过来哦。所以目前啦，以我的拼拼凑凑的直觉来说，我觉得这一个跟你不熟的人来跟你聊心事的话，他可能就是这里所谓的沉睡的贵人，正叫突如其来的出现。那你可以感觉一下哦，因为这一个人可能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朋友圈，或是他讲的人事物都是你没听过的，可是你在后面再出去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意外的跟他变成初步开始变成朋友，会约出去见面聊天，这样就是一个新朋友的认识，所以会发展出新的圈子。哦，看来那一个人可能真的现在跟你不太在不同的圈子，他需要这一个路径。讯息没有很多哦，但是路径好像有很明确。但是你也知道，我如果看到这么明确的路径的时候，我都还会产生一些怀疑，然后因为它太笃定了。但是讯息就是这么告诉我，我就传达给你。好，那我再看一下中间的，有好几个我怀疑的点了。这里我看一下，这里哦，好，先看到这里，这里已经有了。这里说他，你附近一直都有他人的负能量的低谷，常常在你附近环绕。可是这一次，这一个周期，可能是你最靠近的一次
所以这边有些推力，可能确实是需要你去接触一下，然后一些低能量，你可能要去倾听。他可能跟你不熟，但是也算认识。好，所谓的不熟的话，可能讲的是没有熟到你们之前有非常多的谈话了。哦，他可能在指的是这个程度上的不熟悉。好，来，那这张的话，我觉得。哦，他这边还是有说，这个人的朋友圈跟他从哪里来跟你不太一样。哦，这边有说他算是比较完全不同性质、这方面的人的前来。哦，好。不过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点啦，从这边连贯下是确实，你最近有可能会认识一个新朋友，他不是你用来，那个人是用来跟这个要跟你相见的人做搭桥的，可是他确实跟你不是很熟的朋友，可以算是认识不深，可是现在要慢慢变成你们能够有比较深入交谈的新朋友，有这个概念有出来，所以他才会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沉睡的贵人要醒来了，所以他一直在暗示认识一个新角色的重要性。所以这些讯息的重叠重复性，你听一下，你整理一下，大概说什么了？有没有对应你现在生活里面的一个状况？好。好，我觉得讯息就先到这。好，来。哦，你们确实是全新的两个灵魂的遇见哈。这边都说好，那你全新的角色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灵魂状态里，都算哈。来，我其他一个地方，其他补充的我翻一下，就差不多结束了哈。你们现在在蛮远的距离前来，表示中间真的没有搭桥，好像这个搭桥的很重要。那你们只要一接触哈，很靠近，整个感受上就会慢慢的对应起来哈。这边有说，甚至附近的朋友、其他人还觉得你们两个蛮搭的，这个讯息有出现。那你们内在心里对于爱情的渴望跟需求的角度也蛮像的。所以这边大概可以看到一个特色是，你们两个之前所经验过的爱情，或是你们对爱情的价值观，这边有透露出还蛮接近的。所以你们的问题似乎是初步的一个摸索，而不是真正后面内心的本质上，或是很多价值观的不搭。我觉得好像不是这里哈，果然跟前面讲的前面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好，那大致上现况是这样了哈。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讯号，我翻一下，我翻2张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启发给我。这个人比较不熟的这个人，可能确实会主动来先跟你讲话，网络上有可能哈，传讯息来给你也有可能哈，或是你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他突然来跟你讲他的心事都有可能哈。那他的状况会让你觉得他这样说也不好，你会觉得他好像不能说没有什么朋友，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孤单的人，一直都是一个自己一个人的感觉很重哦，这个人哦，所以他突然跟你讲心事，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排斥，然后也跟他也没那么熟，所以会有一种距离感，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但这边都有一点点直指说，确实是有这个人要靠近你，然后他带来的是好的正负能量的交换。然后他确实这边有一些方向也在说，他可能是你的贵人，尤其是要跟这个新恋人牵线的贵人，也有这个讯息都有。我不能否认，这里有好几条线都是往那里走去，所以我必须要把我对于太明确的讯息的不信任先放下，把这个讯息传达给你。那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要感受一下，可能最近有一些类似的状况有在发生的时候，你就敏感感觉一下这个路径的走向哈。那记得它这里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是，你可能在面对其他人的低谷，先无关你跟这个人熟不熟的时候，你内心的善良跟乐观要尽情的分享给这个人。你不一定要把你的感觉是你要把他拉起来，而是要尽情把正能量分享给他。他怎么接住，怎么运用，怎么把自己推上去，或是有没有觉得你把他拉起来，这是他的功课。而我们的功课是尽情的在遇到这样子比较低谷，
灰色、黑暗心情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散布更多的正能量给他，不要指导他，而是分享给他，好吗？哈，这边有一个讯息讲，那在这里可能你能做到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有好的能量回来，不一定是他，可能是影响了周遭的状况。好，那回到你跟你要遇见的这个人来说，我跟你讲，你跟他真的不远，你们差不多在同一个圆的直径的最两边而已，没有特别远。这边有好几个讯息都在说，你们已经看到对方在往对方走过来了，只是中间有东西挡住，中间有水流各方面都没有启动。可是你们的方向是对的，这边有说。那这边如果是这边说中间有一个搭桥的话，那就真的是两个河岸的对看，而没有桥而已。好，所以不远不远。好，那这个时间的感觉你再感觉一下。好，好来，那再来最后3张动物灵卡给你3个现在生活的建议。哈，这组比较难啦，但我不知道讯息你有没有接收到，那你感觉一下。来，第一张。这里说哈，最近你如果人生真的有一个低谷的话，或是有一些不能解决的事情、想不透的事情，或是这个人的事情你也想不透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你们生活中比较有智慧的人，记得不是找好朋友，是找比较有智慧的人，就你们觉得比较有智慧的人哦。来，这里说最近有一些坏的吸引力要出现哈。有一些诱惑了哈，你要认真判断一下哈。有一些看起来是很好的事情的诱惑，可能你要判断一下，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欺骗吧，或什么哈。总之这边最近对于人际关系的话，要一点防备心哈，要小心看哈，不要这么快，不要那么太快信任别人哈，可以慢慢的听看一下再走。所以这里有可能在对照这个，因为这个不熟的人来跟你想要聊天，所以你心里的防备心会起来，那就防备心就起来吧，慢慢的往前走就好了。你会发现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哈。好，哦，最近命运之轮的能量有跟着你哦，所以看来也有逢凶化吉或是正能量的绽放啦。最近，那如果对照这整个能量上来说的话，看来这一个能量确实是有感受到你的好能量，所以他知道他想要抓的浮木可能是你，已经无关你们两个人熟不熟悉，它是一个直觉的感觉哈。那以幸运值来说，你最近的幸运值也蛮高的，所以回到这组哈，你可能是别人的智者，好，不一定是你需要智者，有可能好，但也有可能这里在讲的是，也许你最近你的朋友或朋友圈有些人正在受欺骗，感情上的欺骗，各方面的欺骗，而你是看穿的人，请你去帮助他们。好，这3张牌可能也有这个暗示。那第3组就这样吧，讯息非常不一致哈，我尽力了把讯息都传达给你们了，那你们在这心里做一些比较明显字眼的整理就好了哈。那小小的整理一下，就是最近如果你真的有遇到有些人的心情比较低谷的话，先用倾听的方式去倾听他，不要急于给他指导或帮助，先倾听之后你再做决定，冷静一下，冷静的倾听，记得正能量的分享很重要。好，那就这样，3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